我们画之前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毛笔清洗干净，然后我们再蘸墨，再开始清洗干净以后，笔尖的部分，我们先调墨，先调墨，调墨的时候啊，不要调得太重，调一点儿就可以。先从近景的部分开始画，先画山石，先勾结构线，先勾一个结构线出来。我们可以画一些比较圆润一点的山石啊，圆润一点的山石，先勾结构线，再勾里边的村，这就是一个小的山石出来以后，勾向后边去一组一组的去向后去推，去勾啊。勾的时候我们注意线的变化，线的这种转折、提摁、顿挫的这种线的变化。看我们勾的时候，看这个墨色的变化，一定要注意这个。勾完山石以后，可以勾一些，这种滩涂，我们勾一下，用我们笔中的这个淡墨，勾一下就可以。这是近景的一组山石。勾完以后，我们可以把笔洗一下，再调墨。我们注意这个用笔的啊，这种中锋、侧锋的运用啊。我们先画结构线的时候，都是中锋，它都是中锋。这看着我们中锋用笔的时候，这线条出来了比较浑厚有力。我们到里边皴的时候啊，可以用一下侧锋，看侧锋呢，它的线条呢就比较有变化，比较有变化。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啊10分3面。这我看上我勾的时候，这个线条就是结构线，先勾外轮廓以后，处理前面的一个结构出来了以后，看这就是石头的3个面，前面的部分左面、右面，因为我们山石是不透明的，看不到后面的啊，它看不到后面的这个面，我们只要把前面的这3个面表现出来就可以。我们再勾后面的结构，对吧？这是一组，看我们每一笔就是每一组山石，它都会把石头的这个关系啊，前后关系，它本身这个3面的关系，这个块面的关系，我们在结构线勾完以后加一下皴，就比较明显。小的山石，大兼小，小兼大啊，这山石一定要有变化。看我们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线条，
你线条有了变化，它山石，对吧？它看着它就有了变化，就不是说我们这个山石勾完以后都是一种形状的啊，对吧？它就有变化。勾完还是在笔尖的部分，我们调墨，多余的水分，在这个湿壁纸上，吸一下，把多余的粉尘吸出去。这个大的结构完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加一些小的这种山石，加到里边，可以有一些别的结构啊，看这种小的平台，对吧？可以加一点小的平台。加一下小的平台，勾完以后，看我们这个笔中的墨，让它随着我们勾的从浓到淡，对吧？它有个变化，有过渡。用淡墨，看笔中剩的淡墨，我们可以勾，先勾什么？先勾下面的，这种水岸，哎，先勾一下这种，就用淡墨去勾。我们勾这个画这个江南这种小景的时候，可以画的水分可以多一点，可以多一点。整个近处的这一组山石画完以后，重新调墨啊，就是把我们笔中的这个墨用完以后，我重新调一下，还是在笔尖的部分，调一点，调一点。我先画一个这个点叶的树啊，先画个点叶的树。画树的时候也是调好墨以后，把多余的水分吸一下，用笔要干一点，墨要淡一些，也要由上向下去画啊。先画左边的这个结构，先画左边的结构。让它这个结构画的时候，这个线条有粗有细，让它有个变化。画树梢的部分，一定要把这个树干看着啊，不要画的太粗。树尖的部分让它细一点。然后这个右边的结构啊，要看着左边这个线的变化，我们去勾啊。勾的时候看，一定要我们右边的结构啊，一定要随着我们左边线的结构，去相应的去变化。勾完结构以后，可以中间擦两笔就可以。勾小的枝干，勾小的枝干。点烟的时候，我们把笔洗干净，也是在这个笔尖的部分
调好墨以后，我们从树的树端的部分开始向下去点。看啊，我们调好墨以后，哎，从这个树尖的地方，我们去点，用这个横的这种点啊，横的比较圆一点的点，哎，先点，就是先点我们树梢，就是树梢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树叶靠上面这个部分，先点这一部分。哎，随着我们笔中的墨，哎变淡，对吧？我们向下再点，哎，向下去点。我们这个树梢的部分，可以点，可以稠一点，墨重一点。向下越往下，让它墨，对，叶子越稀，然后呢，这个墨越淡，哎，是这种变化啊。看我们这是前面的这组点叶的部分，再重新把笔洗干净以后，我们重新调一下调墨啊，重新蘸墨，对，重新蘸墨。这三棵树的时候，我们这样画三棵树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树啊，哎，不能画成一样高的，哎，就要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对吧？它树要有变化。哎，来，让我过去。我们后面要画一棵假叶的树的时候，看，也是和前面的树画的时候用笔一样，哎，先画树梢的部分，哎，先画树梢的部分，哎，左边的结构，哎，就是由上而下，由左及右啊，这样去画这个树的结构啊，哎，这样去画。那先把左边的完成以后，我们再画右边的这个树的结构。一定要画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左边这个结构线要右边的结构线随着左边这个树的结构线去变，两个这个结构线一定要协调。假叶树的时候，我们画的，哎，小的这个树枝啊，结构可以少一点，可以少一点。我们要画一种大一点的这种假叶树，也是啊，由上先画就是树端的部分，哎，先画树端的部分，哎，先画树端的部分，由上向下这样去勾啊。
我们调墨的时候，看要每一笔，用一次我调一次啊，用一次调一次，先画前面的这个叶子，让前面我们画前面勾叶的时候啊，叶子墨要和后边的墨，有变化，前面的墨重，后边的墨淡，这样感觉就是，叶子前后它的关系就随着我们墨的这种对比，对吧？这样就交代的很清楚啊，交代得很清楚。你这一看，这是前面的叶子，淡的就是后边的叶子，对吧？随着我们这个浓淡墨的变化，很自然的，它都前后关系。那这样就可以。你看，我们要上颜色的时候，上阴的颜色，薄薄的上一点颜色，它自然的这种分出颜色的深浅，对吧？就能在墨色上也就能表现出来。到下面也是啊，也是到下面叶子墨变淡，叶子也变得怎么样？就少一点，也就少一点。画完一棵树以后，我们把笔洗干净，还是在笔尖的部分，我蘸一点墨，我画后面的。我们画这个山水画的时候，近景的部分，需要我们具体的去表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画的详细一点，具体一点。多余的水分我们吸一下，先画下后边的，让它有点变化，有点变化。我们画后边的树的时候，要画前面的这两组树，不能画成一样的，让它有变化，就是说下面两个树挺直一点，这个可以让它怎么样？可以有点弯曲。这两个树比较高大的时候，这个可以小一点。这个我们用的是打横点啊，我们这个可以用什么？用这种圆点，用这种圆点去点一下。看，我们注意啊，注意这个点叶数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把它闪开，把它闪开，不能混到一起，不能混在一起。我们画近景的时候啊，就是比较具体的，我们可以画详细点。到画中景、画远景的时候，哎，可以简略一点，概括一点。可以加一点山石，这样把树就长在了这个，对吧？这个近处的这种小的山石上。看后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，对吧？几笔就可以，因为是树后边的这个
山石，也可以画的简略一点就可以。画完近景的这种山石以后，我们画下建筑啊，画下建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一点淡墨，一调的淡墨，我们吸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吸一下，然后在这个湿壁纸上，我们试一下这个墨色的浓淡轻重啊，试一下，感觉一下，需要我们的比如需要这种墨色，一看正好，我们再画啊。觉得要说这种墨有点重了，我们可以调一下水，把这个墨怎么样？是在这个调色盘里边把它调的淡一点，试一下，这种适合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墨色，我们再去画。先画这个这个房子这个瓦的这个体积的部分啊，先画这一部分，先画这一部分，你再画这个结构，山墙的这个结构。你画完以后，再画瓦的部分，这是下面的结构。画的时候，一注意这个墨呀，一定要怎么样，水分要少一点，一定要少一点。勾完以后，勾这山墙，勾完以后，这是一个窗户的位置，还有小的窗户，这是阳台有探出水的部分啊，这是探出水的部分。后面的窗户，在画这个上面的瓦的时候，还是啊，先画这个树的结构，先画树的结构，再画横的这种结构啊，用笔啊，让它有点弧度，画的时候有点弧度，不要这种画这个直线啊，让它略微有点向上弯的这种弧度，向上弯的这种弧度。这是一个侧面的啊，侧面的一个，再画一个正面的一个。正面的时候，我们侧面的这个山墙，就要露出少一点，就是探进水的水面的这一部分。你下面要什么？要有这种立柱，就是你放到水里面的这个立柱啊，然后窗户也是啊，先画
简单的这条竖线，画完以后，我们画这种有点弧度的这种横线啊，就有点弧度的这种横线，很随意的去画，我们不用画的，就是说特别整齐，可以随意一点，这样出来的，会更自然。树后边看不到的，让它挡起来，挡起来以后也是啊，简单的勾一个小的窗户就可以。像我们遮挡的部分，看一定要留出来。到后边就是说，简单的勾几条竖线，嗯，勾几笔就可以，不要勾得太细，勾几笔就可以。这面窗户，这就是水边的，房子勾完以后，我们要勾这个近景的部分啊，就是中景的部分，这是近景的部分，完成以后，中景的部分，中景的部分用墨呢，要有要比前面的近景的部分，对吧？用墨要淡，它一定要有变化。嗯，我们到了这近景的部分，处理到这一部分啊，先画一个小的山石，对吧？先是小的山，再画一个大一点的结构。看我们怎样勾结结构啊？勾完结构线以后，前面两笔，对吧？看这个石头的这块面关系，我们就很清晰的啊，就交代出来。寸两笔，对吧？寸两笔，这一个完整的，对吧？这个山石，再画后面的结构，一定要让它再把笔中的墨，一定要用完，一定要用完。可以看笔中的墨变淡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勾前面的，这种滩涂啊，对吧？这种水面就不是这种陆地，可以勾一下这个小的这种水岸，可以勾一点这个，就用淡墨勾，就是我们笔中用的这淡墨去勾就可以。勾完以后，我们重新啊，在笔尖的部分，再重新调一点墨，我勾一下，再高一点的，再高一点的这个小的山坡，小的这种山坡，后边的淡墨，让它处理笔中的淡墨以后，我们就处理后边的结构，哎，这样一看前后的关系，给人感觉是这个山是越来越远，淡墨，处理后面，这种小的这种岸边的这种小的这种水岸，
可以上面画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可以点缀一些小的树木，可以点缀一些小的树木。看前面啊，有前面那个树的对比啊，我们画中景的时候啊，那树呢一定要怎么要比前面的树至少要矮上1/2或者1/3那种啊，在比例上它要缩小。啊，简单的勾一个小的树，哎，因为到了中景的时候啊，我们画的时候简单的勾一个树干就可以，对吧？不要勾的太详细啊，因为是近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具体一点，到中景的和远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简练一点，勾简单的勾几个小的叶子就可以，这就可以啊。就我们说的啊，近大远小，对吧？它会随着这个我们视觉上越往远处看，它这个景物啊就会怎么变得模糊。哎，简单的勾几笔，勾几笔以后，看不用勾的那么详细啊，哎，直接对吧？这点两个点，对吧？这就是远处的这种树木啊，我们可以点两点儿，哎，这就是远处的树木。看还有这可以勾一个简单的树干，用淡墨，哎，点两笔，哎，这也就是一个，对吧？这也是一种树。看，就是说我们近处的树比较详细，就是描写的比较仔细一点。哎，到我们中景的部分可以画的什么？哎，画的简略一点，概括一点。你再画这个远处的这个啊，这小的山坡。先画一个结构线，哎，先画个结构线，让它下来，让它下来。看这种南方的这种小的这种山峰啊，哎，我们可以画的什么平缓一点，因为我们画的不是北方的这种特别高大的山，都是说土质的啊，南方都是土质的这种山坡，对吧？我们画的时候用笔呢，一个是要松，再一个就是墨要淡，墨要淡，可以看简单的勾出几个山的结构就可以。哎，到下面我们让它虚下来，到下边的时候我们让它吸下来，对吧？它结构是不是？它不用画的结构画的那么多，哎，简单的把这个山的外轮廓，哎，里边小的结构勾几笔就可以。你看，如果我们要画这个近景的这一块山石的时候，是不是勾的哎特别详细，对吧？我们到中景的时候，到远景的时候，哎，可以啊，非常简单的啊，
哎，勾两个结构线，也就是再勾个小的结构，一处理，对吧？就代表一个远山。也可以点一点远山的这种小树，对不对？你看近景的、中景的、远景的，哎，你看远景的这种小树，是不是更小一点？哎，更模糊一点，它就是没有什么。看这个近景的时候还要处理一个小的枝杈哈。到我们远景的时候，勾完一个树干，哎，勾完树干以后，直接我们就用这个浓淡墨给点一下，怎么样？看就是远处的这种树丛，对吧？就是朦朦胧胧的这种树丛。我们画的时候，不管是说临摹古人的，对吧？还是临摹我们现代的、近代的画家，我们都是从临摹开始，对吧？古代的画家也是啊，他也是从古代开始临摹，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法以后，对吧？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法，哎，想画，我看到了这块风景挺好，对吧？你这就知道怎么去画，我怎样去把这个景物去表达出来。哎，这就是远景的部分。到远山的时候，看啊，到远山的时候更简练啊，你调点淡墨，调点淡墨。我们来这个湿笔纸上，我们试一下，是不是想要的这种墨色？可以，觉得可以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在这儿开始画。看我画这种比较缓的啊，这种山峦，比较缓的这种山峦，怎样去画？也是啊，简单的勾出结构线，两笔就可以啊，两笔就可以啊，向上，就是让它这种山的走势啊，这样蜿蜒向上的。因为画的都是这种哎比较平缓的这种山峰，对吧？它没有说我们画北方的那种特别险峻的那个啊，哎，一定要比较平缓的这种山的走势。比较看用笔啊淡一点，用笔一定要淡，简单的几笔勾下来，用这个淡墨干笔把下边儿，山的下边儿我让它擦一下，擦下以后就是我们这下面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远处的云，这种薄薄的云，用淡墨干笔啊，用淡墨干笔擦一下。你看到远处的这个小的山峰，小一点的山峰可以，勾两笔，对吧？勾两笔就可以，一定要画的什么简练一点，几笔就行，不用勾的那么详细。远山勾完以后，我们画点景的这个船只，
画船只的时候也是啊，我画一下这个小的啊，这勾线笔，因为这个点景的人物啊和船只啊，它比较小，我换一下这种小的勾线笔。我们也是先把点，就是说前面的，就是说前面的这个点景的先画出来。哎，先画这个人物啊，先画船上这个人物。也是啊，我们点景的时候也是注意这个用笔啊，墨要淡，笔要得干。你把多余的水分吸一下。看我画这个点景的时候，先画人物的头型，上肢勾出来，然后下边，对吧？先勾这个人物的，就上肢，勾完以后，它整个这个人物的动态就出来了。以后我们再勾什么？再勾这个船的部分。诶，它因为是比较小的这种船啊，我们勾的时候，结构也是简单一点，几条横线就可以啊，几条横线，这种小的这种小船儿，看我们这个撑杆，哎，勾出来，对吧？这就可以了啊，简单的把这个形态表现出来就可以。看当时我们看的是画的是单块的山石，对吧？但是你看要画了点景的人物以后，它一对比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一个山，就是小的山峰，对吧？就变成这样了，就需要什么景物去对比。我们近处就是说到这个房子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画一些远处的这个船，就是说停泊在水边的这船啊。先画上面的船篷，再画下面的船面侧面的船舷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因为它是在岸边休息的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个船帆落下来，去落下来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这种船是不是？先画几笔画了船上面的船篷、船舱，下边这个船舷、船面，整体一个船就出来了。看勾的时候啊，一定这个笔呀、一定要干，要不然容易这个摸线控制不住。画船舷，然后桅杆，对吧？落下的船帆，哎，这也可以。然后倒影的部分也是啊，可以用这个我们勾山石的这个笔呀、在笔尖的部分调一点墨，调点墨可以重一点啊，略微重一点，不要太湿啊，略微重一点，不要太湿。我们可以沿着我们这个勾的这个船舷的下面啊，下面向下，向下，
就画出这个船的倒影，船的倒影。在这个人的倒影上略微长一点。看我们这也可以把这个倒影画下来，一定闪开这个啊，闪开这船舷的位置啊，不要整个把这个船舷用这个淡墨给涂了，我们可以闪开，对吧？闪开一点，然后我们用淡墨，看一下，我们用淡墨加一下哪儿啊？我要加一下水中的这种倒影啊，用淡墨给画一下水中的这个倒影，就是山的倒影，还有树的倒影，这样去用淡墨干笔，去擦一下，去擦一下。我们这个是这个部位的这个倒影可以长一点，这个可以短一点，到这个部分也可以短一点。远处的，对吧？都可以用这个淡墨干笔向下擦一下，擦下这个倒影。我们现代这个山水画里边它有这个，但是以前传统画里边它没有这个倒影，它是根据这个怎么就是西画的这种光影关系，它现在在现代这个中国画里边也加了一个这个倒影，这是吸收一点这个西画的这种方法啊。到远处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远处也用这个淡的这种干笔点一点，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用淡墨，把我们山石的部分不要染的太多，我们山石的部分，用淡墨加一点，加一点就可以。看我们把这个山石的结构怎么样？我们再加深一下加深一下山石的结构，把我们山石的这种明暗关系，再处理一下它这种前后的关系，对吧？山石的前后关系，我们加了淡墨以后，对它这关系是不是比我们没加以前它更加明朗清晰？到我们远处的这个近景部分也要加一点，也要加一点。我们那个远山的部分，看这个可以画一点这种淡的，这种点子代表什么？我们看不见的这种小的灌木，对吧？小的灌木、小的树木都可以一定要淡，不要用重墨一定要用淡墨。点一些这种树的点，对吧？一看这山上这种小的树木，那我们可以把下边有没有需要虚匀的地方，用这个
淡墨干笔，把远山，我们下面要处理云的部分，对吧？我们也可以先把云的这种大致形状，我们用淡墨干笔，擦一下，擦出了大致的云的走向啊，看云的这种走向，我们用淡墨干笔去擦一下，对吧？这样擦一下。然后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就不用再怎么了，再不用再加淡墨，直接用颜色，就可以把我们远处的这种云去染出来。也可以淡墨，我们用淡墨直接虚出一个远山，直接虚出个远山来。虚出个远山。我们把手下面，点一些，直接点到胎点吧。我们把这个手下面可以，直接点在胎点。用重一点的墨，对吧？我们点一些小的胎点，这可以啊。点的时候我们注意啊，点胎的时候一定要点到我们山石的这种交错的地方啊，结构线交错的地方，这个位置啊。可以点在这个位置。到中景的这个山上也是啊，我们需要点到什么？也是点到这个，山石结构交叉的地方啊，结构线交叉的地方。用这种比这个我们这个画这个山石这个墨色，可以重一点的去点啊，点一点这种胎点，丰富一下这个画面。这就是感觉这个山上的这个灌木啊、茅草啊这一类的啊。看可以远山，对吧？山上可以点两点。这是基本上，我们墨稿出成这样就可以。那么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等这个墨稿整个干透以后啊，再上颜色，这样就不容易把这个颜色呀，把墨稿，就是说，你要墨稿没干的话啊，你如果上颜色就容易糊到一起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墨稿干透以后，我们才上颜色。上颜色之前，我们先把水面的部分啊，水面的部分，用清水，我们用清水去试一下啊，就是我们这是水面的部分，对吧？我们用清水去试一下，试一下之后，我们待会儿让水面的时候，这样出来的颜色过渡比较自然。水面的部分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我们，云的部分，远山，对吧？云的部分，我们也要用清水
渲染一下。哎，这样我们待会儿虚匀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呢，它过渡由浓到淡的这过渡比较自然。要用清水啊，要用清水。打完以后，我们开始上颜色。哎，上一个我记得这个也是上的比较，这幅作品上的比较淡雅一点的啊，不是那种比较浓烈的那种颜色。哎，先上赭石部分。哎，我们先要上赭石的部分。像大的赭石。上颜色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哎，颜色要薄，要薄一点，要淡，这样去上啊。不能，它这个颜色的厚度啊，也不能掩盖我们这个墨稿的这种，把这墨线不能掩盖住，一定要把这个下面的墨透出来。先用调一下淡的赭石。哎，先把这个树干的部分，看我染的时候，哎，是用颜色去勾一下，去勾一下，哎，去勾一下，不要平涂，哎，不要平涂，哎，我们勾一下，让这树干呢，哎，有亮的，有留白的部分，有颜色的部分，这样啊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还有呢，还有我们远处的这个也要勾一下，哎，勾完以后，山石的部分啊，山石的部分。也勾我们村的，对吧？我们村的这个地方，用淡的赭石去染一下，去染一下。染的时候我看了，也比较颜色比较淡的是，我们还要怎么去这样有显我们笔触啊，显笔触，淡淡的上一遍。远山的部分，远山的部分也要把我们这靠近水面的地方啊，染一下。我们要虚下来的部分，对吧？当我们远山的时候，看到吗？它要颜色非常非常的淡，非常非常的薄，看这样就可以啊。染完以后，我们趁着湿，来染一下花青，对吧？染一下花青。我们用花青调一点藤黄，对吧？这也藤黄啊，我们调一下藤黄，加点藤黄进去，一点的藤黄。看啊，我们加花青、藤黄，花青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啊，记住啊，花青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。
看调成这种草绿色，哎，就是花青啊，占我们颜色的多少啊？占到70%，藤黄占到30%啊，这样就可以。哎，这样可以。然后我们上到哪？上到我们对吧？我们上赭石留的地方，留白的地方，上这个地方啊，哎，上这个地方，哎，上一点啊，也是用我们刚才上赭石的这种用笔啊，哎，继续勾染的方法去上，哎，勾染的方法去上，看看这种，哎，也是啊，我们一边上颜色，一边加清水，颜色里边加清水，对吧？一边上，我们一边里边加清水，加清水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开始调的颜色，对吧？是比较重的啊，哎，越往后面我们加清水，它的颜色，对吧？它会越来越淡，哎，越来越淡。就是开始我们调的颜色重，加清水，越加清水越加清水，哎，它的颜色越淡。我们越往后染，它颜色就自然的就变得越来越淡。随着我们的墨色前面的墨重，我们颜色可以重一点。到越往后，它颜色，对吧？墨色越淡，颜色呢，我们也是随着这个里边加的清水越多，我们的颜色也会变得越来越淡。到下边虚下来，远山的部分，对吧？我们下边是这个处理云的地方，处理云的地方可以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刚才喷了水以后，就是让它湿了以后，看它这个颜色，它就会变得怎么了？虚薄薄的，哎，把这个云的这种，对吧？雾蒙蒙的这种感觉，哎，就会很好的表现出来。哎，染完山石部分啊，我们先把下边的这种水岸，哎，勾的这种水岸，我们用草绿，刚才我们调的这个草绿啊，哎，渲染一下，一定要颜色淡淡的啊，哎，不要重，哎，淡淡的染一下，哎，完成以后，对吧？完成以后，我们可以染山石的部分啊，染山石的部分，用这个花青，
一点花青，一点花青，染上这个暗处的啊，这种暗处的山石，我可以用花青加一下，花青加一下，哎，看我们下边虚的部分，用你花青接一下，点映处就用你花青调一点淡墨，对吧？我们那点映的部分就用花青一点淡墨就可以调这种墨青色，哎，不要重，哎，它这个把这个叶子的这种墨的这种韵味儿，哎，不能掩盖住，对吧？刚才老师用的是什么颜色？刚才哦，刚才是花青啊，花青和藤黄，我没有用三绿啊，就用花青，花青啊，用花青调一点藤黄，调这种草绿色啊，这是草绿色。我们画这个水墨淡彩的时候，哎，花青啊，只是到点彩的地方，或者是我们要提亮的地方，我们用一下。哎，山石的部分，我们暂时用不到这个三绿啊，暂时用不到三绿。看我们这个点叶的地方，就用你花青加了一点淡墨，哎，去渲染一下。加叶的部分还是用这个花青啊，看，这是花青啊，一点花青，藤黄，对吧？调一下，哎，调一下，调这种草绿色。现在不要加花青，我们第一遍上颜色的时候，点叶的地方或者上绿的地方，不要上这个三绿啊，就用花青和藤黄，先上第一遍颜色，哎，上第一遍颜色的时候，我上加叶的时候可以藤黄多一点，哎，上在我们加叶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上这个时候啊，上山石的时候，哎，花青啊多一点，藤黄少，哎，然后我们画那个点叶数的时候，加叶数的时候，是吧？是藤黄多一点，花青少一点，就这两种颜色。这个藤黄多点儿，就变成那种真绿色，哎，嫩嫩的那种绿色。哎，花青多一点呢，哎，就变成哎稍微老一点的这种绿色。花青、淡墨，那里花青加淡墨，我在这个墨盘里去调，把远处的这个啊，远处这个小树用花青加淡墨，哎，去点染一下。现在我就可以染什么？染这个水面啊。水面的时候，花青、藤黄啊，花青、藤黄，加一点这个三绿，对吧？我这个是染水面的时候啊，加了点三绿，然后呢，三绿里面藤黄、花青、三绿调了以后，我里边又加一点什么淡墨，哎，加点淡墨进去，是这样的啊。染一下水的倒影，
看它水面是我们打了水以后啊，我们渲染的时候，那我给这个镜说一下啊，朋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我，你按我这样操作看看行不行？点开这个小黄车，直接点去抢购，然后点立即购买，然后这不是选择这个吗？点立即购买，这个地方我这有一个，你看这儿更多这个方式，把这个点开以后，哎，点开以后它有两种，您看您这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您就退出，重新来点，重新进入咱们的这个直播，然后重新再去试一下。它有时候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。我们可以把水面用刚才调的这个啊，调的花青、藤黄、三绿，最后加一点淡墨啊，可以把水面用这个淡的这种绿色，轻轻的渲染一下，轻轻的渲染一下。然后我们染的时候啊，颜色也是强调一下，不要重啊，一定要淡淡的去染，一定要淡淡的去染。到我们看远山，远山的时候，我们要染下到云的时候啊，用一点花青，调一点淡墨，花青，调点淡墨进去。我们染云的时候，不要让它有绿色啊，一定要就是花青、和淡墨，淡淡的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，对吧？让它这样淡淡的虚下来，显一下，稍微显一下这个云的，这种大致的这种形态，对吧？大致的形态，我们可以染一下远山这个下边云的大致形态。看我们这云的这种，给这山谷的地方，这个云这种走向啊，出来了以后，看下边也要怎么呢？去衬托一下，就是说把这个白气，对吧？去染出来就可以。看用笔的时候啊，我们染的时候用笔一定要怎么了？一定要轻，对吧？一定要轻，水分呢要多一点儿，要足。看后边，看后边染云的时候，远处的这个云气、水汽，我们轻轻的这样去，扫一下，轻轻去扫一下。
看，就因为我们染了，就是说这一块上了清水，对吧？看现在染出这个云的这种水汽，也很自然。你可以颜色看，它现在就是说虽然没有干啊，它的颜色已经往淡了一下，哎，变了很多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在这个颜色上面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下，加重一下，还是这个颜色，还是这个花青藤黄啊，还是花青藤黄，我们加一下，远深的地方也可以加一点，下边让它虚下来。染这个时候啊，第二遍上赭石的时候，第一遍呢是纯赭石，对吧？第二遍赭石里边可以加一点什么呀？可以加一点黄色，就是藤黄啊，可以加点藤黄进去，一点的赭石，等一下，看啊，就是赭石，看一点点的赭石，加点藤黄进去，这是第二遍的时候啊。第一遍我们是单色的赭石调的水，我这次呢，赭石里边加了一点的藤黄，一点的藤黄进去，可以在我们第一遍上赭石的地方，薄薄的，再加一点也可以啊，加点也可以，就是提一下，提一下这个颜色啊，提一下这个颜色就可以，不要上的太多，提一下，远上的地方，看也是我们第一遍勾赭石的地方，我们第二遍用赭石加藤黄，让它提一下。赭石它的颜色干了以后，它会发暗，所以说我们里边加了藤黄以后，它的颜色会比较亮，比原来的单纯的赭石，会亮。我们用一下这个，勾线的这个笔，我染一下这个建筑啊，我们点景的建筑，赭石，还是这个赭石啊，这个赭石，加一点花青，赭石里边加一点花青啊，我加一点花青进去。我用这个勾线的笔啊，勾线的笔，这颜色就是说它比较容易好控制啊，去复勾一下，
对吧？复勾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建筑的窗户、栏杆啊这一部分，去复勾一下。这墙要留那种白墙啊，那种白墙。然后船的位置也是啊，直接用这个赭石先染这个船棚的位置，先把上面的船棚染了以后，下边对吧？下边这个船舷、船板，但船帆啊，对吧？船帆我们要留白，用赭石把这个船帆的这个结构线，对吧？我们勾一下，但是这个大部分还是留白的啊。下面的这个小船直接用赭石渲染一下就可以。瓦的部分啊，瓦的部分就用花青啊，就用花青，纯花青。纯的花青，我去染一下啊，看这个瓦的部分，就用花青，这个去染一下，对吧？染一下就可以啊。倒影的地方，看我们先染了这个绿色的这个水面以后，我们要用花青，就是里边的花青啊，加一点花青进去，加一点淡墨，把这个船的倒影，染一下，还有我们这个水面的这个倒影都染一下。也是啊，就是说用这个侧锋，去染一下啊，对吧？看就这样，还有远处这个倒影，也要染一下。整体的啊，整体的颜色就是这种颜色。我们上完颜色以后啊，就是说我们要最后调整的时候，一定要等它就是整个画面干了以后，整个画面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调整，再去加颜色。就是第一遍我们把颜色上完以后，要等它干透以后，我们再去再说调整，该加颜色的加颜色，该加这个加重墨线的地方加重墨线，是这样的啊。一定要等它干透以后，不要说我们湿了，一看那不够，你去加了以后，它湿的时候加了，你觉得是颜色够了，但它干了以后，它会往淡了一下走，它会往淡一下走。整体上啊，我们颜色，是这样的啊。它干了以后啊，我们湿的时候看颜色，比较重，但它干了以后，它颜色就会淡一些，淡一些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局部的颜色可以调整一下，
就是比如我们什么建筑的部分，就是房屋的部分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颜色，也可以加一点颜色就可以。还有我们船的地方，小船的地方，它颜色它都比较淡，不明显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提一下，用颜色加一点。加的时候还是赭石啊，我们还是用赭石，用这个淡的赭石，加一点就可以。看我们船的位置啊，船的颜色，对吧？我可以用赭石，再去加一点。它干了以后，看赭石整个干了以后，它就不怎么明显。我们可以加一点，对吧？可以加一点，在这个颜色基础上加一点，加一点。看，还有我们远处的这个远一点的这个建筑，也可以赭石，轻轻的啊，提一下，复勾一下这个结构线，结构线我们勾一下，这个结构线，还有窗户的，我们上赭石的部分，都要，再加一点，这就可以，对吧？它的颜色呀，就比我们第一遍上的时候，明显一点，看，加一点就可以啊，不要加的太多，这样就可以。咱们树的部分，加叶树这个它干了以后，这个点叶树就不用加了啊，点叶树颜色正好就不用加了。那点叶的这个树啊，让它颜色要亮一点。我们还是用这个啊花青、藤黄、花青、藤黄多一点啊，藤黄多一点。藤黄多一点，花青少一点。加一点藤黄，你可以再加一遍颜色，还是这个颜色啊，我们再加一遍，再加一遍。这是比我们刚才第一遍的颜色，就会稍微的重一点，稍微的重一点。看，就是我们加大我们勾的墨线重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加一点，加一点。看它这个颜色，它就比就是多一遍颜色，它这个颜色呀就会怎么样亮一点，就比较润。
比较润一些。到这个水面的，就是说，看那种下边水暗的部分，你看薄薄的，看我们再渲染一下，还是这个颜色啊，花青、藤黄调的这个，看就是花青和藤黄调的那种草绿色，一点就行啊，薄薄的上一点就可以，对吧？上点也可以。看它干了以后，它颜色就不这么明显，你就加一点，就加一点就可以。说后边的这个啊，可以把这个胎点，我用花青加淡墨，花青加淡墨，啊，这种花青加一点淡墨，我去点一下，就把我们点胎的部分啊，我去点一下，让它和我们那个山石的颜色融一下。这样看看我们点一下啊，把这我们点胎点的地方，我们这个花青加淡墨，我们点一下，和我们下边的山石的颜色，去融一下，融它一起。远处的这个也是啊，我们点胎的部分也要用这个花青加淡墨去点一下，看，这样才能和我们的山石融在一起。我们点胎的地方，都点一下，融在一起就可以了。看我们点胎的地方，都点一下。好，基本上啊，我们颜色，对吧？就定成这种颜色就可以。就是说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墨色呀，你不要过重，就是颜色不要过重，把我们下边这个墨的变化、浓淡干湿的变化，一定要在这个薄的颜色里边透出来，对吧？这样感觉这个比较明快的颜色，这画面感觉比较清新。